世人常说，一座洪都园，半部中国史。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旁边的洪都园，一台钻探机打破了这里的平静。没人想到，这片看起来普通的黄土下面，藏着大唐第一驸马薛绍的墓。可是，当考古队员打开封了1000年的墓室，看到的情景让人吃惊：石人断了，摩尼珠被扔在一边，陶俑做得很粗糙，到处都有被人故意破坏的痕迹，甚至还有像巫术诅咒的东西。这位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武则天的女婿，为什么死后连安息的地方都被这样对待？这座不一样的墓藏着哪些被历史盖住的秘密？让我们将目光放回到2019年，此时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正在如火如荼的扩建中，而西安在古代也被称作长安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它的周围自然有着无数的宝贵墓葬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，还要从距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仅3000米的洪都园上讲起。这是6月份的一天，正午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滚烫的大地散发出的温度让上方的空气都变得焦灼起来。一名西安机场的工人刚结束了上午的清理工作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，正往阴凉处走时，土地里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发现脚下的土地走上去的感觉竟然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好奇心驱使着他用铁锹挖了一下脚下的土，这土的颜色竟然也和别处不同。身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，他的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挖到大家常说的古代墓穴了？他迅速将消息上报。考古专家们一听说发现墓穴的地方竟在洪都园，也迅速组织了一支调查小组前往调查。为什么考古专家们对洪都园这个地方这么上心呢？原来洪都园位于京魏2河之间，从80年代开始，这里就陆续开始发掘出各个朝代的陵墓，如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、汉高祖高陵、汉武帝茂陵、汉昭帝平陵等等，都在此处被发掘。2013年更是发掘出被称为金国宰相的上官婉儿之墓。6月末，随着初步的勘测挖掘，修长的甬道和多天井的墓穴构造逐渐出现在人们眼前。专家们根据这些特征也迅速确认了，这是一座建立于唐朝早期的大型陵墓。在唐朝的墓葬制度里，天井的数量越多，代表墓主人的身份越高，而4天井已经是达官显贵的级别。正在队员们兴奋不已的时候，考古队的队长刘明又在勘探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秘密。在这4个天井的前方，貌似还有一片地方也和别处不同，但是上面生长的杂草遮盖住了大家的视线。他迅速命人将这片地方清理了出来之后，众人发现这是一片很大的正方形区域，正好好的位于4座天井的前方。刘明心里浮现了一个猜测，这可能不是一座4天井的陵墓，而是一座特殊的5天井的高规格大墓。5天井在制度中代表着这是属于相当高级别的墓葬，也被叫做神龙模式墓葬。难道说又有一名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出现在人们眼前了吗？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紧锣密鼓地开展着挖掘工作。可让所有人更为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很快，一名考古人员在向下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。第5天井内的土壁上出现了一些碎掉的砖块，这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经过检查，这些砖块和墓穴是同期的产物，而这些砖块应该是出现在墓室里的东西，天井内是不会出现的。继续向下挖掘，越来越多的碎砖块呈排列型出现。经过比对与研究，终于第5天井之谜的答案也终究浮出了水面。原来这不是一座5天井墓室，而是一座4天井双室砖墓室。要知道，中国已经开采发掘的唐墓达到了2万多座，而双室砖墓室仅有27座。在已开采过的双室砖墓室里，李唐宗室贵族墓室占了绝大一部分。继续向下钻探时，有了让人高兴的结果，一座大型唐代墓葬的样子慢慢清楚起来。从封土的大小和墓道的样式看，这绝不是普通贵族的墓，因为墓道很长，封土用夯土打得很结实，这些地方都能看出是高等级的规格。
考古队员按捺住兴奋，小心地清理表面的浮土，想知道这里埋的是唐代哪位有身份的人。但随着挖掘的深入，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出现了。墓道两边的壁龛里，本来该显示身份的陶俑做得很粗糙，有的还歪歪扭扭。神道上的石刻碎片散了一地，一个石人的头和身子分开了，断开的地方凿痕很新，好像昨天才被打碎一样。这和高等级墓葬的预想完全不一样。当队员们终于进到墓室里，更让人吃惊的情景出现了：棺床被撬动过，墙角散落着像祭祀用品的碎片，还有一枚刻着奇怪符号的摩尼珠被随便扔在泥里。这更像是有人故意糟蹋，而不是经过多年自然形成的损坏。这不是盗墓贼干的。领队摸着石人断开的地方，皱着眉头说：盗墓贼只拿值钱的东西，不会这么专心破坏显示身份的器物。那是谁在1000多年前就对这座墓下了狠手？随着清理的范围扩大，更多相互矛盾的细节露了出来，让这座墓的谜团变得更重了。清理的范围扩大后，墓葬的整体样子慢慢清楚了。墓道、过洞、天井、壁龛、甬道、墓室总长差不多40米，这样的规模在唐代很少见，够得上亲王或驸马的身份。特别是墓道两边残留的壁画，虽然已经模糊了，但还能看出画的是车马仪仗的大场面，这明显是为一位大人物准备的长眠之地。但和这种奢华的规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处都有的破坏痕迹。墓室顶部有明显被人拆过的痕迹，好像有人故意要掀翻墓主人的安宁。本来该放精美礼器的壁龛，只留下几个碎了的陶俑，连釉色都能看出是仓促烧出来的粗糙样子。更奇怪的是，在甬道角落发现的一块残砖上刻着模糊的厌胜符号，这在唐代是典型的巫术诅咒手段，常用来发泄怨恨或者不让死者还阳。杜甫就曾提过自古虽有压胜法，天生江水向东流，指的就是战国时期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用压胜之法建造，决堤则是当年使用妖法的报应。如今这座墓室内的尸骨也毫无踪迹，这样的场景也坐实了之前专家们的一个推测，那就是洪独园神秘墓并不是被人盗墓，而是被人毁墓。其中最知名的案件则是伍子胥毁墓鞭尸楚平王。战国时期，楚平王听信谗言，杀害伍子胥父亲兄长。伍子胥逃到吴国后，助吴王攻破楚国，随之出其师，编织300史记。由于毁墓是一种泄愤行为，墓主人的身份也成为了考古人员们最大的疑问。而曙光也终于在不经意间降临。终于在清理完层层淤泥，掀开厚重的石棺碎片，考古人员在距离墓穴底部仅有10几厘米的地方发现了墓里最为关键的东西，那就是墓志铭。绝望的考古人员激动地望着开采出的实质墓志铭。考古人员随后迅速地对墓志铭进行辨认修复的工作，虽然墓志铭上关键的名字部分已被磨损不清，可考古人员还是发现了其中关键的介绍。驸马都尉薛军这6个字证明了此次发掘的洪独园大墓正是一座驸马墓。可唐朝的薛姓驸马不在少数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字被破译，其中一句子嗣宗印、薛宗印这个名字终于直接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，那就是号称唐代第一驸马的太平公主之夫薛宗印之父薛绍。薛绍这个名字一直和大唐最受关注的女人联系在一起。她出身河东薛氏，父亲是驸马都尉薛冠，母亲是唐太宗的女儿成阳公主，是标准的皇亲国戚。而让她能被写进史书的是她和太平公主的婚姻。公元685年，武则天为16岁的太平公主举办了一场惊动长安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婚车因为太宽大，竟然要把万年县管的围墙拆了才能过去，照明的火把甚至把路边的树都烤焦了。那一夜，长安的夜空被火光照得像白天一样，老百姓沿街跪拜，看着这场用尽国家财力的大事。新郎薛绍穿着紫袍玉带，在众人的注视下牵起太平公主的手，
那一刻，他是整个大唐最让人羡慕的男人。这场极其奢华的婚礼，让薛绍一下子成了大唐第一驸马，非常风光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极致的荣耀，竟然成了他命运急转直下的开始。这份荣耀背后，是逃不开的政治漩涡。武则天掌权后，对李唐宗室和老臣越来越猜忌。公元688年，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，薛绍的兄长薛仪因为参与其中，连累薛绍被关进了监狱。虽然史书上说薛绍没有参与，但他还是被武则天以知情不报为由，打了100仗后饿死在牢里，死的时候还不到30岁。以前的婚礼有多盛大，现在的结局就有多让人伤心。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就这样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一位曾经站在权力顶峰的驸马，最后在政治斗争中成了牺牲品。这好像能解释为什么墓葬这么潦草，可能是政敌的包袱。但那些像巫术诅咒的痕迹，又和什么样的私人恩怨有关呢？当考古队员清理到棺床那里，一枚生锈的铜印被挖了出来，给这场过了1000年的追问增加了新的线索。这枚铜印上的字虽然模糊看不清，但结合史料里薛绍右武卫大将军的官职，考古队员猜这可能是他生前用的印信。只是这枚象征权力的印信，为什么会被随便扔在棺床旁边，好像被人故意剥夺了尊严一样？这枚印信曾经是他进出宫廷、指挥将士的凭证，是他作为大唐重臣的象征，现在却和泥土在一起，在黑暗中睡了1000年，好像在默默地说着主人死后受到的屈辱。这座墓葬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在讲着一场史书上没有明说的悲剧。而薛绍墓里尸骨无存的秘密也找到了答案。在薛绍死后又过了17年，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，这次成功终结了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统治，史称神龙元年。继承大统后的李显，也为当初死在越王之乱的李唐宗亲们平反，薛绍与其兄也在其中。随后，薛绍便从洛阳迁葬陵墓至长安，回到了这片他生前曾度过了美好时光的土地。这也解释了为何考古人员没有在墓中发现薛绍的尸骨，他的尸骨早已沉寂在洛阳的土地之下，最终也没有做到落叶归根，而只是魂归故里。这一连串的解读也引发了专家们对于双氏砖墓葬的思考。按理说，就算平反之后，薛绍本身的身份也不适用于双氏砖墓室下葬的规格。就像与之遥遥相望的上官婉儿墓作为正二品昭容，武天景丹墓室的规格严格符合当时的墓葬标准，而薛绍虽是皇亲国戚，可也只是一位3品的官员，并无资格使用如此规格的下葬礼仪。专家推测，薛绍之墓是唐中宗李显倾覆武则天政权后下令改建而成，而太平公主在倾覆武则天的行动中，帮助唐中宗拿回了政权，深得宠爱。薛绍的身份如此特殊，为薛绍安排神龙模式墓葬，一方面可以彰显李唐正统，去除武后遗风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太平公主放下一桩伤心的往事，这可能才是薛绍被如此厚葬的原因。但还有一些疑问仍然萦绕在专家的心情，这位第一驸马是得罪了什么人，以至于死后被人做出毁墓的行为？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猜测，因太平公主后来迷失在权力中，于唐玄宗李隆基继承大统的第2年发动先天政变，最终被唐玄宗赐死家中。而薛绍之墓则是因为太平公主的谋反，从而被牵连遭人毁墓。可这一切也终究是猜测，真正的历史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我们相信，总有一天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掘，这些谜团也都会找到答案。一座洪都园，半部中国史。长安城畔的这处风水宝地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与疑问。薛绍，一位官宦之家的翩翩公子，饱读诗书，一表人才，上元会上崭露头角，得以太平公主垂青。
随后更是迎娶了这位大唐第一公主。这高富帅的剧本也只是因为被时代的浪花轻轻拍打了一下，就落得个含冤入狱，最后含恨而死，17年后才能迁葬长安的结局。而太平公主，真正的天之娇女，李唐宗亲中最尊贵最受宠爱的公主，迎娶了心爱之人，本应幸福的生活下去，可终究也被官场的斗争迷了心智，堕落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。她在政治斗争中得到了甜头，享受到了权力的魔力，又最终在权力的蒙蔽下，在针对唐玄宗的政变之中被赐死家中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的人生？只是一座薛少墓，一个在历史上记载几乎没有的驸马陵墓，就牵扯出了无数的盛唐往事。公元688年，越王反叛武则天失败，致使薛少被牵连死在狱中。公元705年，唐中宗李显发动神龙政变，倾覆了武则天政权后，为薛少平反，让这位驸马得以迁葬长安。公元713年后，平公主发动政变，妄想荣登大统失败，这也许导致了薛少迁葬长安后又被人毁墓。闭上眼，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，那份初唐大家崔融编撰的墓志铭，也将所有人的思绪被拉回了那个大唐盛世。那是历史上无处其右的繁华景象，严格的礼乐官葬制度，风云变幻的官场，而权力永远是朝堂上不变的主题。所谓尔虞我诈、拉拢党派，所做的一切最终也没有逃开权力二字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